美国制裁他国发展早已成习惯，如今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如今美国智库再次列出中国3个弱点，将成为中国不稳定因素，这或许给我国提了个醒。近些年，中国一直在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这话语权一是经济实力，二就是军事实力。不过在全球占据有力的话语权，军事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并且军事实力也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近日，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就美国如何遏制中国走向全球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报道，其中就表示，美国或许可以利用中国的3个弱点来遏制其发展，其一，地理位置；其二，灵活性；其三，物流运输。近些年，美国一直都在试图制裁中国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手段也都随之而来。这一次，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出的3个弱点，或许也给中国提了个醒，中国或许需要好好考虑一下。首先是地理位置，中国位于亚洲一角，一面临海，一面被众多中小大型国家包围。临海因为有公海的原因，可以让美国毫无顾忌的往来，联合附近的国家在第一岛链以及第二岛链开展2条封锁线，这对美国来说也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佳途径。所以近些年中国一直在发展海上力量，就是希望能够在海上拥有足够的自由度。不说要在更远的地方行动，但是起码要保证自己的船只行动不被约束。再说陆地，美国已经把印度拉拢过去了，越南现在也是小心思不断，还有中亚5国之类的。虽然巴铁是盟友，蒙古不掺和，但是中国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外交压力。其次就是灵活性，这和前面所说的，如果美国开始拉拢周边地域的国家在边境挑事儿，中国就需要面临多面复杂关系，对中国十分不利。所以中国军事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点自从运20运输机面世后，中国灵活性就基本上是足够了的。再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只需要拉拢好周边的某一些国家，从中亚5国下手，建立关系更亲密的盟友，就足以打破这样的关系。不仅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易打开局面，还能增加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再者就是物流运输，这其实算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基地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也算是在海外必备的后勤保障。不过目前中国并不打算像美国一样成为全球警察，所以像建立基地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会去动用的，除非确实有必要的情况，中国也不会有所顾忌。最后再从中国一方来看，中国只要实力足够，那中国所处的位置就是世界的中心，不仅能利用周边相邻国家发展经济贸易，还能更加便利地交好这些国家，提高国际影响力。所以这些年中国海外力量几乎没有，就是因为中国并不需要，毕竟温和而稳定的发展才是长久之道。日前，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对外就放了一个大招，宣称将会在2024年到2025年最后的期限之前，为印度开发独属的特殊战斗机系统。这是一种深度穿透攻击的空勤系统，能够使战斗机在留在境内的情况下，依旧能部署导弹和无人机深入敌方领土，攻击并摧毁目标。先说印度的斯坦航空公司，这是印度最著名的一家航空公司，在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上都占据了印度很大的市场份额。不过这家公司最出名的就是衰机，印度这些年衰机成名，这家公司可是付出了很大的功劳。当然，印度目前最出名的战斗机光辉也是这家公司带头研制的，所以这家公司就飘了，直接宣布要在4到5年时间花费40亿卢比，也就是人民币3.5亿左右，完成特殊的战斗机空勤系统的研制工作。据悉，这个项目由3个部分组成，可以同时部署，也可以分开部署。因为其中一个是 CATX Hunter 猎人，
在印度人的计划中，这是一种巡航导弹，具有深度穿透打击能力，并且能够在空中进行发射。光辉苏30 MKI 以及美洲豹等战斗机都可以携带并且发射成功，而 CATS Warrior 勇士则是能够承载并发射巡航导弹，自行从地面起飞，并且携带重量级炸药探索敌方目标位置进行攻击的无人飞机，最高可以升到700公里，飞行350公里，在自己境内发射，进入敌方领土释放无人机蜂群作战。再就是 Alpha S， 由24架无人机组成的蜂群，每架飞机可携带5到8千克的炸药，在战斗机释放出去的同时，可以快速瞄准敌方多个目标位置，直接进行攻击。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自己表示这是从2017年就开始研制的项目，而且很有信心在2024年到2025年前就研制成功。但是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公布任何模型，就这还想再5年就把这个系统研制出来，怕不是做梦来得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刚公布就遭到印度网友暴击，直接漫天嘲讽了一波。比如一位印度网友表示，这就是印度斯坦航空的又一个花招，给印度人民的又一个童话故事。要知道他们的能力并不足够，而且到目前连一个模型都没有，等他们研究完，以敌人的速度早就开发了反武器。还有一位印度网友表示，这部宝莱坞科幻电影的新剧本已经准备好了，连自家网友都不信任的工作能力，印度斯坦航空究竟哪来的信心要研制独属印度的独特武器？波音1年内取消订单800架 ，C919 将迎来最大发展时机，甚至能成为中国的空军1号。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由于美国疫情的严重，导致美国现在根本不可能做到各个产业都复工复产，尤其是高端产业更是如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国波音公司的市场份额将持续萎缩。有数据显示，在2020年，波音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市场。这一年里，波音公司被客户取消的各型飞机加一块订单总量超过800架，该年仅向客户交付了84架客机，同时还交付了157架货运和军用飞机，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近90%。这无疑不是美国人的失败，受到新冠和737 MAX 安全事故的双重影响，导致波音公司遭遇连锁反应。这无疑给了中国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毕竟今后航空市场的潜力客户主要集中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客机的市场还很大。按照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 C919 同波音737的市场差距将越缩越小。这一次中国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作为世界第2大民航市场，绝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而且除民用外，许多人都担心 C919 是否能进入军事领域，甚至成为中国的空军1号。分析认为，因为目前 C919 的发动机与许多部件系统目前仍然采用国际合作的形式，所以说将其改为中国的空军1号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尽管 C919 被称为大型客机，但载客人数量仅为168至190人，与 A320 和波音737系列一样，它是一种单通道窄体客机，其条件显然比不上宽体双通道客机，如 A330 和波音747，而像空军1号这样的专机，其体积仍然不够。就这一需求而言，与之相比，规模较小的 C919 在目前的发展情况下根本无法满足。而且 C919 的航程相比较于正版的空军1号来说，航程也太短了。要知道，波音747、200，它们的航程均在12000千米以上，能满足出访各国的一个跨洲的需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C919 的航程仅为4075公里，定位于双发中短程客机，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是无法满足充当空军1号的位置和使用条件的。所以说，波音目前栽了个大跟头不假，确实为中国提供了成长期，但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西方飞机制造行业垄断国际科技市场已有多年之久，短期内其优势的确难以撼动，但在有了强大的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的科技产业迟早会逐步发展起来。虽然还很幼稚，但在未来民航市场的国际竞争中，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工业产品，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